今天终于能开始种西红柿了。原本这块地是用来种谷物的，后来我又规划成了移栽小葱。再后来，丽丽说种西红柿的地方太长时间整理不出来，所以想征用这块地来种西红柿。我一般种西红柿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技巧的，就是拿这种54英寸的西红柿笼子，然后放在地上，这样转一圈，就弄出了一个圆圈的痕迹。这样的话，紧挨着它再去弄一下，这样就能迅速的把种西红柿的位置给标记出来了。标记好的位置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每一个圈直径是30厘米。这边是刚刚挖好的坑，其实坑的大小是可以根据西红柿的大小来调节的。另外，西红柿太大的话，挖的坑可以稍微倾斜一下，西红柿可以倾斜着种。这是其中的一批西红柿的苗，确实是不小了，已经特别长了。西红柿的茎的地方是有生根能力的，所以你只要把它埋到土里边，它就会挨着土壤生出根来。这边这一批长得更高大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左边那一盆是樱桃番茄，有去年我们喜欢的 Honeycomb 蜂巢西红柿。右边这个是大西红柿的品种，今年种了铁皮柿子。一会儿我们拿剪刀把下边的叶子给它剪下来，这样的话种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一部分也埋在土里了。越大的西红柿种起来越费劲儿，主要是挖坑太困难了。其实还是西红柿适当大小的时候种最合适了。我觉得适当大小就是20厘米左右，那个时候长得又发达了，种的时候又好种。实在是挖不动坑了，今年就不这么讲究了。这些坑相距30厘米，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密植了。我继续挖坑，丽丽在那边整理小苗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昨天刚下过雨，现在小风一吹，还挺凉快的。坑挖了已经有多一半了，看看丽丽的苗弄得怎么样了，看看修剪的怎么样。像这种修剪过之后，就可以给它栽到这个位置了。对，因为咱们得赶紧把西红柿种下，因为它的苗太大了，如果再不种的话，都种不下了。小朋友看我挖坑，也吵着要自己挖，看看他挖的怎么样。不管坑挖的怎么样，干活倒是挺卖力气的。行，差不多就可以了啊。行，挖这个吧。这个本的两个。前面挖的坑的宽度感觉不太够，我再稍微的给它调整一下。这些坑我给它稍微扩展了一下，右边是深一些，左边浅一些，这样苗就可以斜着种下去了。根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苗的尖儿朝这个方向。小朋友挖的这2个坑挖的还不错，我再稍微的给它调整一下。它是这样的，妹妹。苗咱们在这个地方根儿，然后这样过来，所以旁边这儿可以高一点是没关系的，知道了吗？好不好？这边深一点，这边浅一点。嗯，对。这个。看着后边不要踩到咱们的小苗。好，可以，你来弄吧。种西红柿的肥料还是我常用的组合，432的鸡粪肥，含钙量比较高。然后就是344的有机复合肥，里边含有镁和硫，还有额外的浴盐，补充额外的镁和硫。鸡粪肥和有机复合肥施的时候就一样抓一把就够了。浴盐每个坑里边放1小勺。2个人一起，效率会高一点。浴盐就是放上1勺就行了。小朋友们一参与进来，把我们的效率拉低了好多。不过他们愿意参与也是挺好的，我们就花点时间教他们怎么种吧。这就是施好肥的样子，鸡粪肥、有机复合肥还有浴盐。我这样组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磷钾肥的含量高一些，钙的含量高一些。如果想要省事儿的话，可以买那些西红柿专用的肥，不过那个成本就要高很多了。小孩的2小把，大概是大人的1大把的样子。捏，然后转一下，捏，把它土给捏松，捏这儿，捏松，再转一下，捏松，然后拿着这个盆儿，
转。哦，成功了！成功了。再捏，这样，再往下捏一点点。然后，你可以自己。好，放里边吧。再往前放一放。我成功了，感觉。好。你这个会给你拿这个小的。又成功了。豆豆也可以捏了吗？我觉得豆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了。我觉得豆听不懂，我觉得豆在捏这个呢。不动，别动，你再把它给弄折了。好。豆豆你也成功了，放里边吧。我还挺好的。刚才教小朋友把西红柿苗拿出来，就是把这些地方捏一捏，然后轻轻的一拽就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把根放在深的地方，尖儿朝这个方向，到时候埋的时候就可以埋到这个位置了。这棵已经开花，自然分成2个叉了。这边的坑相对于这个苗来说还是有点大的，所以根的位置可以靠中间一点。这4棵，就负责这4棵，拿过去吧。1、2、3、4，这4棵是你的。然后豆豆你在这儿啊。我看看豆豆。这个标签拔下来是吧？豆豆来，这样拽，看你拽一下。哎，好。豆豆你长大一些就好了，现在我们还小，是不是？我拔出来了，终于拔出来。你的手太小了，是不是？这边这些都是大西红柿的品种，铁皮柿子、紫索切弄机什么的。丽丽带着小朋友们接着种樱桃番茄的品种。接着就是快速的把土给它埋上。我来帮你，你看这些土都要弄过去。还有土吗？对，然后这棵行了，可以弄这儿了。去吧，来吧。就是这样。哎，好，站在这儿，小心麦子啊。来，豆豆，你可以弄这2个，好不好？来，哎。这2个太少，3个好不好？再让你弄3个。嘿，哇，好费劲儿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一个麦子这里。好，往前。这种小苗还是好种多了。丽丽去数一下，我们一共到底种了多少棵西红柿？这是种好后的样子，一共是种了有53颗。现在这些西红柿都是倾斜着倒着的，不用担心，过几天自然就会长起来长直了。运了一捆麦秆，一会儿把它铺到种西红柿的地方，用来防草。因为西红柿的生长周期实在是太长了，这个过程中会长好几批的草，如果不防草的话，后边的工作量，除草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的。往年我都是铺那种塑料薄膜，有时候用红色，有时候用黑色的。今年呢，我打算用更自然一些的，就打算铺这种麦秆了。绳子剪下来。好，今天的风很大，咱们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别让风吹跑了。
今天有点风，一边铺稻杆的话，一边就要把定植水给它浇上，否则稻草很容易被风吹跑了。你浇的时候可以先以把这个稻杆弄湿了为主，就不让它吹走。一会儿我可以拿桶给它浇定植水。其实铺这种麦秆的成本并不是很高，这一捆儿大概是便宜的时候7、8块钱，贵的时候可能是9块钱或者是10块钱。我今天铺的还是挺厚的，盖的比较严实。这一捆儿的话，铺满这一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应该还会有点富裕。其实这个比想象中的要能铺哈。再铺上最后这2小捆应该就够了。这就全都给铺完了，这一大捆还剩下2小捆，可以把旁边种葱的地方也给它盖一盖。